我不想当模特了。你嘴里说那个你不在意的职业，真的很有魅力，很有光环。告我呀，咱们是走形式还是走民事？肯定是你说漏嘴了。那小子现在拿我。夏律师，把那个授权书拿来，我就不信他不签。我还能再改吗？我忽然发现它有些问题。改，陈曦老师，你放心大胆的改，我们肯定等你。主任，太麻烦了。说什么呢？只要作品好，这是你吴大编辑该有的风采啊！诸位，快开始！精神食粮来了。主任，怎么了？我刚才买东西，突然想起电脑办事问题，就把魏可叫来了。这是成的哪一出啊？你还继续等啊？啊，我在等他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商量。有什么重要的事情，改天商量不行吗？改天就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。嗯。谢谢你啊。好，那我先上楼了，你一个人在这儿等。嗯。别着凉了。谢谢。最近有没有写什么新东西啊？你还想再看吗？你要抽走第13页，
不用那么费劲。蝴蝶摇了摇身子，高兴地扇动五彩的翅膀，飞了起来。它看见了花朵、树木、河流，一切都是那么美好。它慢慢地降落在小河边，小甲虫走来了。它惊奇地叫了起来：“你太美丽了，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么美丽的蝴蝶呢。”蝴蝶对着小河一看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只长着美丽翅膀的蝴蝶。蝴蝶笑了，它展开双翅，徜徉在阳光下。阳光晒断蝴蝶的翅膀，是对毛毛虫最好的安慰。哎呦呦呦！小伙子，你就这么睡了一晚上？啊，他回来了。还没呢。你冷不冷啊？我没事儿。要不我给你做点吃的吧？谢谢。我回来了。哎呦，笑笑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我通宵来着。你真在这等我一晚上？打你电话你一直没有接。我一直工作来着，没听到。累了吧？还好。那个，我已经签约了。签什么约啊？做模特，跟瑞莎签约。真的？你不生我气了吧？没有，我怎么会生你气呢？我想做模特，我可以试试的。太好了。你先坐会儿，开吃饭。早餐怎么样了？给你下馄饨，快去洗弄。早，大家看见门口那照片没？吴玉笑的也太傻了吧！你看什么呢？哇塞，还上封面了！我社资深编辑，力排众议，采用新人小说出版前一晚，仍与作者不断商讨故事，奋战到天明。这采访怎么样？主任，什么情况？谁叫嘴的？这跟事实严重不符啊！梁宇杰先生，怎么了？这也是事实啊。保持心态，保持心态。主任，那天晚上咱们科几乎是全员上岗，连续流水作业，这才挽救了那只臭乌贼开天窗这种灭顶之灾。要是讲，咱们也应该是集体奖，对不对？不是，我们本来就是站在作家和作品背后的人嘛，是不是？咱们不是站在编辑背后的人啊！行了，消消气儿啊，没事没事。
诸位，早上好。早，吴编辑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啊，谢谢。那个，我继续工作。哎，你忙你的，我就是。哎呀，算了吧啊！小小你，你也在？干什么你？哎，主任，你看他。哟，哼，吴大编辑，气色不错啊，跟封面上一模一样。过奖。奖金多少？什么？我的奖金多少？什么奖金啊？那个小同志，怎么成天想着钱呢？这是荣誉，跟钱没关系，知道吗？我知道荣誉啊，那这荣誉也是大家的。那天晚上都是谁留在这儿做1教、2教、3教的？改了稿子之后，都是谁留在这儿继续奋战到天明的？又是谁把魏可给叫过来去印刷的？还有啊，哦呦，吴大编辑，这都得奖这么多天了，衣服都不带换的。哎，那这个勋章你竟然……停！行了，别笑。主任，那个来送稿子的，拜托了。好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啊！哪儿的话呀？是我一直仰仗你们，真的，是我一直仰仗诸位啊。那个，我有事就先走了。啊，行，好，慢走啊。梁子，啊，你那个积极性不是挺高吗？要不然这边你来。好啊，主任。早上千凡，干嘛呢？创作呢。詹姆斯的表现一直都很不错。关于他的背景设定，有没有什么可以加分的项目？詹姆斯并不是从小就立志做模特的，他对汽车机械很感兴趣，以前在改装行，改装汽车和摩托车，所以他的身上会有那种很酷的感觉。很好。那周子墨呢？他有没有什么？豆更需要背景设定和宣传，你自己要把握好分寸，不需要我提醒了。啊！我的图案书要做好了，2教交给你了。我做2教。哎，这个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个是腰封，现在很多书都做这个。这不仅仅是一本经得住考验的育儿宝典，还是一个新手妈妈的成长之路。5年新作之，这不广告吗？腰封就是用来做宣传推广的呀。这个是特别火的育儿博主，经常分享一些育儿方法、健康常识，还有一些产品推荐什么的，特火。产品。
要擅长的多了。包在我身上了。这也是阿曼达的意思。这个又能加持你的模特身份，又能提高作品知名度，你何乐而不为呢？不可以。想一想，先拍啊！夏凡，这个是我的底线，我是绝对不会接受这种设定的，这个绝对不可以。拍了。小陈，哎，我出去一趟。你怎么了？我要去见见那个博主妈妈。找我那么急干嘛？想约我？别自我感觉良好。谢谢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们主编希望周子墨公开自己的作家身份。他自己同意了，宁死不屈。这就对了。跟你说实话吧，周子墨跟我们签合同的时候就明确说明了，他只做匿名作家，而且即使影响销量，他也不参加任何的宣传活动，甚至在他书上都不会出现一张他自己的照片。你就不能再帮帮我？就这件事儿，真的无能为力。今天正身不错。我吗？我今天也没有特别搭配，就是随便一穿。缺点什么？缺点。时尚大编辑，那你给我指点指点。不瞒你说，我现在正在尝试那种就是窄款的领带，不知道是不是适合。缺对熊猫眼。熊猫眼，这什么梗啊？上班时间别到处乱跑。光荣短袖就是5月熊猫眼最好看。
你找谁？你好，我是出版社的李笑，正在校对您的新书，我想过来看看您。啊，你好，快进来坐，请进，请进。我不用换鞋，来进来坐。不好意思啊，琪琪，来客人啦，别客气啊，随便坐。琪琪，跟姐姐打招呼啊。姐姐好。你好。啊，随便坐，我煮了咖啡，你要加糖还是加奶？啊，加奶吧，谢谢。别客气啊。哎，好。你叫琪琪啊？你今年多大啦？琪琪，姐姐问你话呢。5岁。5岁啦。哎呀，你在看什么呢？琪琪，不是说了不让你看 iPad 吗？我这段还没看完呢。把 iPad 放下，回房间去。妈妈已经说了1遍了啊，你还要让我再说第2遍吗？琪琪。不好意思啊，不知道你要来，家里有点乱。没有，挺好的。你今天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哦，我今天来是想问您一下关于新书的问题。我在校对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不太明白的。哎，对了，琪琪妈妈是吧？嗯。哎，这个作者形象是您自己画的吗？是啊，当时吴编辑找我要我个人的形象照片，我实在是不好意思，所以啊，就自己画了一幅。怎么了？是不是画的不好啊？没有，画的特别好。您之前是学美术的吧？不是，我就小时候在学校画黑板报什么的。我大学跟我先生一样，学的是金融。我跟我先生那会儿啊，也是在学校画宣传海报的时候认识的。哎呦，太浪漫了！那个，琪琪妈妈，我觉得其实您可以自己画封面的。可以吗？当然可以了。您想是作者自己亲自画的封面，然后在封底再画上一家3口其乐融融的样子，多好啊！如果您有这个需求的话，您就包在我身上，我去跟吴大编辑说，我相信他一定会帮您极力完成的。那太好了，来喝咖啡。哦，谢谢。爸爸送我的娃娃裙子破了。妈妈现在有点事儿，一会儿妈妈给你买个新的，好不好？我不要，我就要这个。你别闹啊，家里现在有客人呢。都说了是爸爸送的。你那么多娃娃，哪个不能抱啊？不要让妈妈再说第2遍了，回房间去。听见了没有？我让你回房间。琪琪，来给姐姐看一下。是这儿破了。这样吧，我们放一个漂亮的扣子在上面，就变成一条新裙子了，好不好？琪琪妈妈，家里有没有备用的扣子啊？啊，有，我去拿。哎，好。这个是爸爸买的。爸爸是不是买了好多礼物给你啊？你看看这些行吗？好。琪琪，挑一个喜欢的吧。这个啊，好看吗？那就这个。琪琪跟他爸爸关系真好，孩子爸爸呢？我先生不在上海，我怀孕的时候他被猎头挖角，去北京了。哦，那您一个人带孩子肯定很辛苦吧？还好，最辛苦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对了，你想问我什么呀？哦，我是想先问您一下关于那个纯棉尿布的制作问题，因为用的图片是您早期的博客的一张图片，有一些步骤呢我看的不是很清楚，家里还有吗？应该还有的，我去找找。你等我一下。好。这个扣子比较难缝，实在是太多年了，能找出来啊，真不容易。这些尿布这么新啊？啊，当时做了这些就放起来了。
那没一直用下去吗？怎么了？这么不高兴啊？这个作家有问题啊？有什么问题啊？它里面写的好多东西都是假的，很多自己都没有试过。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。这个权利吧。有。我来这儿就是想表扬一下你，你这主意不错。表扬的话可以多说一点，但是这不是重点啊。你想说什么？我觉得这个作者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这里面好多东西他都没有亲自试过。有什么好试的？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！你有没有去人家微博看看？你知道人家的微博单条转发量有多少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早就有人提出质疑了，还轮得到你？再说，这本书的内容，你懂多少？你结过婚？你生过孩子？还是你当过妈？怎么？我说错了？记住你说的话，给我等着。
不融啊。先奶粉后水，错。150毫升，漏。李潇，哎，子墨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你怎么没接我电话呀？你给我打电话了？哦，好像是放到桌子上了。我打了这么多，你稍等我一下啊，马上就结束。怎么样？这就是我们的校对科，是不是很寒酸？没有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真假？真的。说谎！你随意啊，马上就结束了。马上。哎，你这是？我现在在校对这个内容的真实性，这是一个博主妈妈写的育儿方法，但是呢，很多她都自己没整明白，我怀疑她就是想象写的。哦，还有这些产品推荐，什么方式方法呀、步骤啊，完全都不对，我怀疑她打的就是虚假广告，所以我要一条一条给她写出来，到时候好告诉她。李潇，我原来呢也写过虚假广告。你？当时为了生活嘛，我当时写那个公众号推文，叫做“孝道与健康常识”，那叫一个骗呀，连蒙带蛊惑的。看看谁发过来的？我妈。孝道与健康常识。后来被举报了。哦。不过，举报那个人也是有病，他一个字一个字查，一个字一个字对。那可叫真凭实据的健康，真情实感的孝道，简直能憋死你！憋死你！憋死你都不偿命！憋死你都不偿命！憋死你都不偿命！哦。李笑，李笑，李笑，周子墨，你说咱们两个怎么这么有缘分呢？想当年吧，我确实是校对了那个叫什么健康什么常识孝道什么鬼，我就从1校、2校、3校做到最后的合后，一气呵成，最后让他彻底退稿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耳熟？蝴蝶摇了摇身子，高兴地扇动五彩的翅膀飞了起来。它慢慢地降落在小河边，蝴蝶对着小河一看，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只长着轻盈美丽翅膀的蝴蝶。轻盈美丽翅膀的蝴蝶。对啊，可漂亮了。阳光晒干蝴蝶的翅膀，是对毛毛虫最好的犒劳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琪琪，我们该睡觉了。好。妈妈，你在画画吗？我在外面桌子上看到了。是啊，妈妈要出书啦。画全家福吗？什么是全家福啊？宝贝儿，我们睡觉了好吗？好吧。
帮你把枕头放好啊，盖好被子，晚安。晚安。好的，知道了。那我们下午见。好，拜拜。哇塞，你这写的什么呀？参加这次问答呀？有些不切实际的也就算了，有些根本就是杜撰的。你说这怎么说？什么怎么说呀？敞开说。我现在在忙，下班再说吧。下了班你就该喝酒应酬了。现在说你会比较清醒。怎么了？你精力这么不好啊？你能不能回来一趟啊？我这边出书，需要一张全家福。我现在真的挺忙的，你这件小事情你就不能……小事儿，在你眼里什么事情算大事啊？挣钱是不是？你挣了多少钱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挣的比你多。你知道我博客一天的粉丝量是多少吗？我的代言费是多少吗？你看过我的博客吗？你关心过我吗？不是，你现在怎么跟我说话的？什么怎么跟你说话？你想让我怎么跟你说话？公司一天没你，公司照样开着。可这4年你不着家，你把这个家当成旅馆了吗？我是不是应该给你收房租啊？让你回来拍个全家福就这么困难啊？你是不是不想回来？回不来。行，那就别回。来了，离婚以后的抚养费你还是得付的。稍等啊。不好意思啊，那个封面还有全家福我还没有画好呢。没关系，今天我来就是想针对一些内容核实一下。内容首先是这个关于孩子断母乳的问题，我查了很多资料，8个月到1岁左右可以慢慢的给孩子断奶，但是您说为了孩子的成长，可以坚持到1岁半的，是吗？其实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一样，1岁以后可以添加辅食，减少母乳的。可是这些您就没有写清楚啊。还有后面这个。关于一些产品推荐，大部分都是一些国外比较昂贵的产品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每一件您都试用过吗？当然有了。我是说，给孩子。
一个校对应该管的吗？你是不是诚心的？